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战场上面的韩战吗？现在呢，北韩士兵抵达俄罗斯的画面已经曝光了，这里面包括了一些这个特种部队啊，会成为俄乌战场上面的新血吗？那么现在呢，北约这边一直喊话说，这个会踩到了美国跟北约的红线，那整个战事可能会扩大。会扩大吗？那么我们看到南韩啊，尤其是尹锡悦就不断的强调说，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更积极、更灵活的去援助基辅。南韩做得到吗？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传出来说，北约跟美国证实，北韩援助俄罗斯的部分，可能重心点是放在库尔斯克。好，就是。我想前2个月，那么乌克兰所占领的俄罗斯的这个土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来，很快的请教一下郑源，乌克兰战场上的韩战，为什么变化？因为尹锡悦现在这个坐在一个热炕上面，他家的问题很大，他需要有别的新闻来掩盖，所以有这种新闻拿来做文章，一定是很好的。然后顺便可以跟这个美国撒娇啦，所以你觉得是韩国热炒的新闻？对，韩国热炒，一开始是韩国热炒的，然后这个欧洲国家拿来跟着炒啊，因为欧洲国家有贴身的利益嘛，他要为他的未来支持乌克兰战败找一个下台阶嘛，都是你谁，都是你中国，都是你朝鲜，所以他们现在要开始怪伊朗、怪北韩，当然开始要怪北韩参加这个俄乌战争，参不参加？其实对俄乌战争的走向跟结局是没有影响的，而且对这个北韩来讲，它基本上只是要多赚一点外汇收入，多一点军事上的支持跟援助，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把他的部队在战场上实际体验训练一遍，所以他人数不会太多了，有的时候估到1万多个人。你知道吗？现在俄乌战场上，在第一线上，俄罗斯有45万，乌克兰有50万，你当1万人干什么？派不了什么用场啊。那导致在库尔斯克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算是战斗上没有相对没有那么激烈的地方了，可以磨练一种战场的实践感。你要知道，亚洲地区现在不管是解放军或者日本军队、韩国军队、台湾军队，没有人有实战经验，完全没有。即使说，解放军说，我以前我的爷爷爸爸参加韩战，我的什么大哥参加过越南的自卫反击战。那个都退休了，你就知道亚洲数十年的和平真不容易，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因为有打仗就是什么缅甸啊，那个不是那么重要的哦。所以对于这个对朝鲜来讲，他有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但是以目前来讲，他只送人到西伯利亚的军营里面去受训而已。我们只能确认到这一点。未来会不会投入这个库尔斯克？那大家在猜嘛，但是投入库尔斯克你也没话讲，因为朝俄已经签了一个练得好长的什么战略合作全面战略伙伴协议这样子，后面加个条约。对。一般来讲，说战略伙伴关系都宣言发表就没了，他还签了一个条约。昨天俄罗斯的杜马正式通过。对，因为条约就要正式通过，宣言不用，正式通过，宣言不用。然后条约里面一般全面战略伙伴不会写到军事合作你受到攻击，我帮你忙；我受到攻击，你帮我忙，不会写到这种条款。那现在库尔斯克就是俄罗斯遭到攻击嘛，所以到库尔斯克是合乎这个条件，但到乌克兰就不符合这个条件。有道理。所以朝鲜的士兵不管如何不会进入乌克兰境内。好，那你现在要做文章说，尹锡悦说，那我要去帮助乌克兰，我觉得没什么坏事啊，帮助乌克兰对美国是应该，那你韩国有兴趣参加，我也要见识这个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如何那看一看，不过每次听他吹牛吧，对哈。那如果是黑熊部队，台湾黑熊部队有兴趣的话，谁会相信韩国能够派军队到乌克兰？对啊，没有，我说台湾的黑熊部队有兴趣的话，我会鼓励他们参加。没错啊，多一点实战的。我都鼓励黑熊去打白熊。好这个 idea 好，对不对？这个好，俄罗斯是白熊，黑熊就打白熊。白熊活下来还是黑熊活下来？两位下次见到曹兴诚或沈伯洋的时候提一提。曹兴诚跟沈伯洋应该率队去参加这个是为人类的这个伟大的理想要去努力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的话，他碰到解放军那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热炒的话题，但是
你说能够炒成未来打韩战吗？我也不认为。为什么？因为你朝鲜并没有战略目标要打韩国，韩国也没有战略目标要打这个朝鲜。那两方面只是在那边，气球丢一丢啦，那东西丢，那个还有什么铁路、公路炸一段，它不是把整个炸掉，炸一段一小段哦。对。那个就是一种政治表演嘛，那没关系，就政治表演下去，看起来是蛮稳定。但是万一如果真的打起来，我比较自私一点哈，对中国没什么坏处啊。中国不会再派支援军了，你放心，绝对不会啊。那所以对中国没什么坏处。好，来，所以郑亮怎么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金正恩主动的啦，啊，所以我觉得是他向普京示好的一个。不要小看他的智慧了。他的智慧远远超过赖清德啊，就是你什么都要跟赖清德比是吧？不，因为都是有这个周边矛盾的国家嘛，而且列强环视，对不对啊？因为他知道他粮食、能源、军务需要有一个大靠山啊，那他主动向爸爸请缨啊，说让儿子略表这个孝敬之意啊，这是这2年才刚认的干爸啦。对，不，他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真的不一样。中国大陆第一个朝鲜半岛无核化是确定的政策，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在乎啊，因为俄罗斯越来越觉得，他如果要进亚洲，那他需要有个帮手啦。北韩比白俄罗斯强太多了，所以他有角色的啊。所以，相对于这个朝鲜半岛，北韩有核武器又怎样？距离莫斯科那么远，对不对？可是中国大陆不可能这样思考，因为距离北京太近，东北也很近啊，对不对？那第二个是中国大陆跟140几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那他当然要尊重联合国制裁令嘛。所以，北朝鲜最近对中国是蛮抱怨的啦，就说：“哎呀，你那个金融支付也怕，什么东西也怕。”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无所谓了，他跟俄罗斯已经无所谓了啊，所以伊朗也比较无所谓了。那中国不是啊，中国还要在乎在国际秩序里面扮演一定的正当角色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个，我觉得这里面也有来表达这个部分的成分啊，就是说，不然我就跟俄罗斯更好一点啊。那俄罗斯也乐得嘛。事实上，这个对北韩来讲，它代价是很低的啦。比如说，他现在去西伯利亚，那可能在那边，因为一定要受训嘛，要跟俄军磨合一下，那搞不好磨合完，仗已经打完了。那可是这个善意已经表达了啊。那这个感情就留一笔啊。那俄罗斯未来那个防御条约就是玩真的嘛，就是这样，那个叫共同防御条约。对，那粮食能源一定保证没问题，对不对啊？而且坦白说，未来如果真的要硬杠，那用北韩出来闹点事，也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啊，因为大国都是五常啊，不好做嘛，那就叫个，所以在亚洲，而且不是很弱的国家了。他还蛮强大的，对，其实军事上还蛮强大，所以他对韩国跟日本就会有威慑作用啊。那就是说，你美日韩要针对俄罗斯，你自己看着办啊。我觉得会有这个作用。好，所以湘荣虽然说呢，北韩军队然后到俄罗斯跟俄罗斯军队，那么去彼此之间的这个相互演习这件事情，让乌克兰很紧张，但是乌克兰声音很大，北约声音很大。但其实最差的应该是韩国跟日本吧？那是尴尬，他倒不是怕。那今天早上我看韩国情报院的讲，韩国情报院推估，就是现在大概已经到了乌克兰前线附近的，大概是1500人。那估计呢，现在还有1500人大概出发准备过去，所以韩国是估计呢，朝鲜大概现在有3000人。第一批会有3000人呢到前线，那在俄乌战争当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初步啊，大概是不太会投入战场，那应该会做一些其他的支援啊或者防御性的动作。那3000人对朝鲜来讲当然有很多意义啦，因为第一个表示对俄罗斯的效忠跟支持，
朝鲜最需要几样东西，俄罗斯都有。那俄罗斯的粮食、肉类非常便宜，非常便宜。俄罗斯的肉类啊、鱼类啊，那个呢便宜到你无法想象。去俄罗斯啊，吃肉呢是最笨的，因为青菜很贵，但肉很便宜。所以，但是这个是俄罗斯的肉丸，纯粹都是肉。对，就是它什么都，它的肉就是多的不得了，他们就大口吃肉的国家。所以这个呢，对于朝鲜来讲，我们今天要来吃播吗？对，这对朝鲜太需要，对他们太需要。所以，然后能源、天然气是它非常需要的，还有就是外汇这些部队派过去是要付钱的，要付钱。就是每个人都多少钱不知道。那我看韩国情报院估说呢，一个人一个月啊，大概$2000。哦，很好。$2000呢，你把它3000人去算，大概是多少钱？那个对这朝鲜来讲，每个月都有钱进来，那不错。那你说对这些当兵的不会，他们不会哦，因为吃的比国内好。你到俄罗斯吃到的东西都是你在朝鲜当兵的时候吃不到的东西，所以他这些特种部队呢去呢也很开心。当然，大家想象的那个戏剧画面是说，因为尹锡悦也准备要派兵嘛，那好不容易38度线都打不起来，有没有可能呢到乌东呢去打一架？你真的觉得韩国会派兵吗？韩国尹锡悦很难讲，因为他现在剩下2年的时间。刚郑源提到，他现在焦头烂额。所以你觉得尹锡悦真的可以疯到这种程度？他焦头烂额，他在国内还没招了。尹锡悦，我认为他已经提早跛脚了。尤其如果过2天的日本的选举出来之后呢，自民党很糟糕，对，他就更完蛋了。他连经营的日韩关系呢都崩溃啊。对，所以对尹锡悦来讲，接下去很煎熬。那原来呢，前2年的时间呢，不管尹锡悦呢做了什么，讲了什么，他老婆如何，群众没有集体上街头去反尹锡悦，可是现在已经上来了。就是街头的那个群众的情绪啊，已经非常类似过去在赶朴槿惠啊等这些下台的时候的那种的情绪，对他来讲很困难，他并没有什么呢可以去宣泄的空间，所以在前线，韩朝的士兵未必呢不会呢见得到。但是呢，今天的一个插曲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乌克兰已经发传单，乌克兰已经做国际的宣传，告诉朝鲜的士兵们欢迎来投降，因为呢，我们的就是说呢，战俘收容所吃得好，住得好。就是你们不用打，干嘛要牺牲生命呢？命大家就一条而已。拍了很多的照片跟影片呢，传出去。乌克兰不知道说这些朝鲜士兵如果投降，他们就回不去了。对，当然，但是这就是告诉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呢，吃的绝对呢比你原来的好，住的绝对比你原来的好。结果呢，愤怒的是谁？愤怒的是韩国人，不是朝鲜人。韩国人说，你们在战俘营里面吃的比我们在韩国当兵都还好，因为大家不知道，就是说韩国的军队啊，吃的差是有名的。哦，真的哦，没错。韩国的，我以为他们都吃部队锅哎。错，我跟你讲，他们吃的差呢是有名的。韩国的部队里面的一个冷笑话就是说，韩国军队今天晚上吃什么？那要看中午呢美军剩下什么。就是他们的那个是他们对他自己的调侃，这个是呢在韩国当兵啊，他们之所以又要逼大家去当兵，可是呢吃的又不好，当作是一种的锻炼。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在俄罗斯在俄乌战场当中，那还有戏啊。我觉得朝鲜来不会只是安安静静的，金正恩是来求表现的。既然是求表现的部队，就不会太安静。他派精锐部队去了，对啊，所以啊，他派的是特种部队，是精锐部队。你要相信他们的精锐部队训练的一定杂。所以他一定是求表现的。所以就算呢，普丁的压抑，他说你不要到第一线，我认为他都会呢做。他跟那个跟车臣的那个纳瓦那个谁呢不一样，因为车臣的那个就是秀嘛。他喜欢秀很多，但是真的在战场上面的表现不太。但是我认为金正恩的部队会努力的在战场当中求表现。好，所以乌克兰战场上的韩国因素其实跟这个金正恩和尹锡悦他们的考量反而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的需要。好的，Jerry Lu 他说，为了卡门跟凤馨的微笑来抖一下。我的比喻很棒吧？对，很棒。对。以前是窈窕淑女，现在是荡妇卡门。OK， 对，好，卡门其实被污名化了。对了。